这次自由的模型听 C 哥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简称5金模型翻模的 MGEX 强袭自由勾搭。那么当时也正值4月1号愚人节出现的这个消息，也都没太在意。最后没想到这个消息竟然成真了。目前的现货价格在248元左右，比最开始的定价好像是降了一点。不过本款模型也算是争议不断，最后拼完了，我的评价也确实是存在很多问题。毕竟谁也不想200多块钱买了一个素质还很一般的东西。那么本期视频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一款翻模的 MGEX 强袭自由整体的素质表现到底如何。前排提醒，我个人认为针对于强袭自由这一款模型的玩法也就不用去过多的介绍了，比如光束步枪的组合、侧云甲的活动、光束军刀的组合等等，这个我们就简单提一嘴就好，主要还是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优点和缺点。本款模型的盒子就不去过多的介绍了，黑色的盒子表面会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白色，也就是这样了。直接来看一下里边的内容物。本款模型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是49块板件，貌似针对万代的板件排布也是有所更改。由于我手中没有万代，所以这个我个人就没有办法去对比了。说明书也是有所改动，并且也有部分的编号是错误的，这个后面再说。标配的水贴一份， 3D 贴纸一份，但是这个贴纸的粘性不是特别好，很容易掉，裁切的倒还可以。蚀刻片也是给了一份，不过本款模型的蚀刻片没有粘性，尺寸也会有一些区别。光束盾倒是还不错，渐变效果也还可以，同时内部也是有闪粉的添加，比大班那种印了离了歪斜的要好上很多。透明件的部分也算是常规配置，通透度还行，材质属于是偏软的状态，不太伤钱的。金色板件一共是给出了4种，首先来看一下最左边这一摞橙银色板件，从造人手的状态其实来看一下，本款模型的细节还算可以，比较清晰。颜色上也不算屎黄金吧，相对来说会亮一些，但是万代把漆面视为珍宝，翻模了还不给漆面，没道理。国内这种批量的板喷说实话也真不贵，毕竟本身骨架组合度就已经不怎么样了，再来点漆面增加组合难度好像也没差啥了，然后最后的效果还能好一些，你说是吧？板盘的金色零件是给了3种，这个浅一点的金色和橙银色的发色其实差不太多，但是因为有漆面的缘故，刻印细节会更加的明显，并且色泽上也要更好一些，漆面也比较工整，整体的效果还不错。然后就是类似于同色的板盘零件，和上一个效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细节也还可以。然后就是类似于电镀的板盘零件，这种效果的零件我们见的比较多，发色没问题，也能看得出来底色是银色，亮度也还行。但是由于漆面比较厚，导致这个部分的细节会比较肉，漆面都堆在一起了。至于剩下的板件部分，整体的质感偏磨砂面，细节刻线之类的会比较宽，棱角和锐度都比较一般，并且由于材质是偏软，在部分关节位置也会比较危险。那么板件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我们一层一层来进行评测。那么按照说明书的步骤处理，也就是先完成了骨架的部分。所谓原本万代 MGEX 强袭自由的最大宣传点，在骨架部分的完整度设计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这个所谓的极致金属质感就看个效果得了，日本人肯定对这种屎黄金有莫名的好感。而且翻模也没有改变这个状态，橙银色的部分也没有进行喷涂，最后呈现的效果也就是当前这个状态。本款模型的骨架为了凸显完整性，针对外甲的卡榫都是做成了条形卡榫，并且放在了侧面，即便是侧云甲这样的柱形卡榫也是做了细节处理。不过看到很多朋友反馈，本款模型也是在细节上进行了一定的阉割，由于手中并没有万代的 MGEX 强袭自由，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对比了。在细节表现上，金属橙银色的部分会显得肉一些，不过细看的话，表现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像万代 MG 强袭自由这种成型骨架也是如此，看着比较肉，实际上渗切的过程还是比较流畅的。不过像这种金色件漆面会比较厚，细节就比较一般了。然后来说一说个人在拼装骨架上的问题，头部组合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上方的前后盒会有缝隙，需要针对卡榫稍微给它缩短一点。另外眼睛部分也是给了带漆面和透明件2种，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带漆面的眼睛会更明显一些。眼睛部分的开模是歪的，可以明显的看到以中间红色眼眶为基准，眼眶下端眼睛红色眼眶这3个部分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会很歪。再一个就是监视器的贴纸尺寸都比较大，粘性很差，效果是很不好的。胸部的组合度处理的相对来说会多一些，首先就是胸部两侧拼装会比较紧，需要扩孔处理，扩孔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有2种处理方案，这里给各位简单的展示一下。一种是针对于这种比较大的卡榫，直接用水口钳在卡榫上给它来一刀，这样的话零件插进去以后就可以给它撑起来，提升整体的组合度。
再一个，针对这一种比较细长的卡榫，就可以使用笔刀在里边给它转一圈，扩大这个孔位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就是斜切柱形卡榫，让它呈现出一个尖儿的状态，在安装的时候会比较顺畅。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常用的削装扩孔的方案了。处理好之后，也会因为精度误差会有一些回弹的缝隙，如果不是完美主义者，其实也就不用处理了，最后也会被别的零件给它遮挡住。P11这个零件是胸部安装最紧的部分，主要是中间这个卡榫尺寸不太对，需要针对孔位进行打磨处理。O7这个零件在这个步骤没有固定位点，需要后续的零件进行固定。这部分的零件编号有问题，需要改成 W5 和 W6。L7 偏紧，并且两侧卡榫都是需要安装到位，不然很容易断，这个地方是很脆弱的。再一个就是贴纸部分粘性会很差，胸部两个蚀刻片的尺寸也正好是大了一圈，完全装不进去，很麻烦，而且蚀刻片没有粘性，需要胶水。据了解，胸部引出关节这里万代的是透胶，后面是有平面的，而翻模的这一款是直接改成了镂空，在稳定性上对比万代有危险一些。但是我手中的这一款胸部引出关节和手臂会有一些松，针对这个部分的承重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么其他部分的组合度也就是一个常规水准了。手臂的 N7 和 F16 安装手感都会比较生涩，并且会很紧，需要针对柱形卡榫进行打磨处理。而且 F16 这个零件两侧是有卡位的，需要安装到底部。N15 零件印反了，正确的方向参考右面这个。F12 和 F13 的左右合也会比较紧，并且这个部位的零件会很薄，加上零件材质偏软，把玩的手感也会比较差。手腕的球形关节和骨架的尺寸差距会比较大，需要针对所有造型手和球形关节进行打磨处理。肩胛的 N5 和 N11 的左右合会非常紧，需要扩孔。K8、K9 需要扩孔。另外就是针对这个长的柱形卡榫，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卡位用来固定安装进去的零件，不过零件会比较薄，卡榫也会比较细长，建议针对这个卡榫消除一点再进行安装。胯部这个部分的柱形卡榫会比较紧，需要扭一扭打磨再插进去，这样的话会好很多。这个部分的裆部设计图是反了的，需要注意一下。P10 和 P9 左右合需要扩孔，这个部分的安装会比较紧，需要注意。L1 很松，需要给它粘一下。H16 和 O8 很紧，需要扩孔。前裙甲连接件这里需要打磨处理，这个部分也是很紧的，卡榫会比较细。P20 也是需要进行扩孔。K4、K5 左右合是需要进行扩孔 ，N17 和 N16 拼完了会有缝隙，按不进去。G22 和 G21 需要扩孔。脚部这一大堆的零件都是需要打磨和扩孔处理，避免把玩因为太紧而造成断裂。腿部的蚀刻片都需要胶水进行加固处理。那么以上就是我遇到的骨架的基础问题，处理好之后，完整的骨架就可以显现出来了。不过针对这个配色和造型的表现，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而且当前骨架的体型其实也已经可以了，但是当把外甲全部装上去以后，那就不一样了。正好连带着关节紧实度的问题也一起放在下一个环节里。最后的速组状态也是呈现了出来。我手中的这一款骨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不过主体的外甲拼装倒是比较流畅。武器和背包还是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零件，这个我们一会儿来看。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完全速组以后，整体的这个观感对我个人来说会有些胖，因为在我个人印象里，强字应该属于那种比较修长的状态，有一种很轻盈的感觉。同时，全身大量的镂空分色和细节表现，感觉上会有一些用力过猛，比较乱。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主体、武器、盾牌、光束运刀剑柄、特效件、造型手、支架地台。对比万代是缺少了用来放板件的纸壳子和全可动手。首先来看一下头部的问题，最明显的还是雪铁龙刻线错误和两侧灰色面颊零件开模反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因为骨架本身也是歪的，最后呈现的头部也会有些歪，只能说装上外甲以后歪的没有那么明显。头部的第4零件需要消除方形卡榫，天线的红色零件卡榫也是需要进行消除处理，然后用胶水进行固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原本金色天线的活动角度，零件比较脆，注意把玩。头部配合脖子的可动关节，整体的活动范围是比较优秀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摆动作的时候，肩胛对于两侧天线的干涉，这个角度还是需要调整一下的。同时，后脑勺的零件也是带有一定的让位可动。胸部造型也是变了，矮胖了一些。对比 MG， 其实这个尺寸差不太多，但是 MG-EX 给我的观感就是有一些堆堆的。驾驶舱的舱门可以正常打开，但是外甲零件是安装非常松的，需要加固。内部也是提供了捷拉的驾驶员，并且套件内部是给了2套小人，也包括拉克斯的。
腰部的可动主要是侧摆的联动和弯腰后背的联动，比较舒服。不过这两年已经有太多的国模都在应用这一种设计，就总感觉有一些不是那么稀奇了，并且弯腰的可动幅度也不是特别好。肩胛的联动机构是比较顺畅，下端的装甲也是带有一定的可动。手臂左右合会有缝隙，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完全合拢。光束盾发生器挂在盾牌的也是常规的配置了，拆除以后安装跳件就可以了，并且这个根部也是带有一点可动的。三人手的问题这里就不去过多的赘述了，不过对比万代也是缺少了全可动手。肩膀以及胸部的引出关节这几个部分的关节紧实度都会比较一般，得亏强字没有什么大型的武器装备啊，并且活动肩膀的时候很容易把黑色零件给它顶起来，需要加固处理。手臂的曲柔可动以及平转的紧实程度都还比较不错，手腕的部分也是有平转关节，但是这个部分的手感会比较紧。前裙甲和后裙甲都是具备展开机构，能够露出内部的细节刻画。前裙甲的尺寸相对来说会短一点，后裙甲也是有正常的下拉可动，然后位移侧裙甲安装光束步枪的玩法也可以正常实现。前裙甲的内部活动关节是提供了一个球形关节加一个重心卡榫，活动的角度也会更多，但是这个部分的拼装手感会比较紧，需要注意把玩。侧裙甲还是刺龟炮的样式，展开以及拉伸也算是常规表现，区别就是中间多了一个类似于准镜的东西。侧面的光束军刀剑柄玩法我相信也就不用去过多的介绍了，无论是单个也好还是组合玩法都会比较常见。强字胯部可动算是比较优秀的状态， MG-EX 的卡榫要粗一些，并且下拉关节也是采用了一体的折叠设计，而不是花槽。配合大腿内侧的小幅度侧摆零件，也可以摆出更多的动作，并且大腿根部的关节是不能完全按到底部的，会有一些缝隙，这个部分的关节相对来说也会松，去把玩需要注意了。大腿的平转活动，注意这个部分也是容易松脱的，需要加固。膝盖活动时候可以看到多层联动，联动的效果还可以，但是这个部分的活动手感会偏松，并且大腿和膝盖这里有个卡扣连接，扣合的并不是特别紧实，把玩是容易松脱的。膝盖的黑色零件也会比较松，需要加固。小腿后方推进器是带有联动展开，这种推进器的造型对比 MG， 我更喜欢 MG-EX 这个造型。推进器下端的白色零件也会很松，需要加固。脚腕部分在前面的骨架评测里边也是有提到了，关节都是需要进行打磨处理，不然会非常的紧。脚腕装甲的球形关节安装也会比较松，容易被顶下来。脚腕在侧摆活动的时候，两侧的装甲也是带有联动设计。那么主体部分就是当前的色值表现了，很多关节都会比较松，并且在把玩的过程中，很多外甲也会松脱掉落，这些都是需要加固处理。这类问题虽然比较常见，也好处理，但是带上这个价格横向对比的话，确实没啥意思。强硬自由的背包设计玩法主要还是那些东西，不过在 MG-EX 上也是做出了一些更改，比如翅膀根部是多了一个调整角度的关节设计，造型上也会更具有攻击力。在龙骑兵部分也是做出了更多的展开机构，最后呈现的就是当前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吧，我个人总感觉更像是 RG 强硬自由那种背包展开样式。龙骑兵也是可以单独拆卸，由于本款模型并没有匹配光翼和龙骑兵支架，万代针对 MG-EX 的也没设计出来，国产倒是有相关的第三方配件可以选择，用来增加玩法和最后放在柜子里的华丽度。不过本款模型的背包设计缺陷在于各个可动关节的重心卡榫精度处理很紧，并且本款模型的材质偏软，把玩起来的手感会非常差。想要更好的状态，就需要提前针对背包所有卡榫进行打磨处理，或者购买第三方金属件增加稳定性。最后的配件也就是光束步枪和支架地台，光束步枪就真的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了，玩法上也都是比较常规的配置。支架连接件是直接拖住背包的，这种支架的好处就是稳定性会更好，但是调整的角度限制也会比较大。同时本款模型的 MG 通用支架地台组合度真的是纯的一坨屎，所有零件都是需要进行扩孔处理，不然这个组合度真的是忒难受了。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简称5金模型翻模的 MG-EX 强硬自由高达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先说一些我个人的主观态度，我本身其实并不太喜欢 MG-EX 强硬自由的体型，主要是感觉有些胖，有些臃肿，并且外甲镂空会比较多，最后的一体性对我个人来说并不是特别好。虽然 MG-EX 听上去很高大的样子，也是很多玩家憧憬的东西，不过我个人认为其实体验下来以后也就那样。横向对比的话， MG-EX 强硬自由也算是所有强硬自由拼装模型里边比较好的那一个，
剩下的对比 HDV、MG、PG， 可能 MG-EX 更符合现代玩家的审美也说不定。回过头来说说本款翻模产品，金色电动件糊掉的细节、骨架插件的组合度、零件材质带来的关节不稳定性，以及翻模错误的头部，再来就是一个松软的关节。从理性上讲，消光扩孔这样的处理，对于做了这么多年翻模高达玩家来说，应该不成问题。确实也都算小问题，但是放在原本价格的这一款模型身上，那确实没啥意思。本身翻模的成本就不高，盗版产品就应该有盗版产品的态度。但是很遗憾，这个5金强字的质量和它的价格并不匹配，制作过程能比8802好点，奈何后面8802卖140块钱都有的赚，就显得你这个5金强字很没啥意思。不过本款模型也是存在着优点，板盆金色件的细节不错，整体的外甲细节也还说得过去，所以当你制作完成这一款模型，单独看外观的话，其实还是说得过去的。总结一下就是货不对价，质量一般，坐等降价，贵重暂时。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的全部视频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